这一讲呢，就把这张图画一下。那画之前呢，我可以把它这个背景稍微做一下。我打开之前的文献，主要就是把它这个背景墙啊做一个过渡出来。进入到这个编辑模式上，我们看着这个背景，先把这条边拉到外面去，对吧？按一下意键，挤出一下边啊，把这个挤出的边往上拉，把这个稍微调的离它有一点点距离，然后给它一个倒角，让它有一个圆圆的这个。主要我们是为了可以把这个地面给渲染出来，给它一个平滑着色。它是放在这个背景的这个图层里面啊，这个图层现在是被过滤的。我现在要做的呢是把这两个图层的过滤打开，把这个图层的过滤关掉。另外说一下，这个是适用于 Cycleless 的一个渲染方法啊，对于 Eevee 是不适用的。Eevee 的话，你要渲染这个，那你就直接把它整个的背景再渲染一遍啊，没办法只留下阴影，就是你就整个一起渲染出来。这样过滤成功了以后，它就会达到这样一个效果啊。这张图现在是黄的，其实黄的也无所谓，我就这样把它渲染出来，然后自己改改颜色都可以。不过这里还有一个注意点，这张图你渲染的时候，它虽然东西很少，但因为如果你这个渲染的尺寸很大的话，它还是会很花时间的。渲染的话，主要跟你这个画面整个大小有关系啊，所以说我这里建议调到小一点，把渲染这个调到32，这样小小的这个就够了。然后你渲染一下，这个采样越低，它渲染速度越快。你也可以把这个尺寸拉的小一点，然后自己去 Photoshop 里面放大，因为没有细节，所以不在乎它的这一点点损失啊。那你可以看到还是渲染了挺长时间的啊，明明什么细节都没有啊。好，整出去以后就可以合并到这个 Photoshop 里面哦，也就是会有一个地面嘛。那这里我还可以去调整一下这个图层的颜色。那很多时候我都是用这个调整层去调整，会可控性更强一些。那说实话，这样子的话有点太亮了，其实效果也没那么好。你也可以把这张图复制出来，给它加亮一下，加的再亮一些，然后让它变成只有这个地面的投影之类的，给它做成一个正片叠底，然后这边另外填充一个其他颜色的一个背景啊，比如这样它就会有一个阴影的。可以把这个去色一下。那整体给它一个色彩倾向，可以用这个色彩平衡去调一下。然后呢，先开始画了。如果颜色看起来对比度不够啊，或是怎么样的，你可以先在这边用曲线和色彩平衡做一些调整，去给它加一些这个对比度之类的。不过目前我这边出来的颜色呢，还是比较满意，所以直接画了。首先可以把一些这种模型没有弄好的这个痕迹稍微修一下。使用的笔刷呢，像这种通常就使用19号，或者是这边我设置的25号。25号它是只有流量，没有透明压感的这么一个笔刷，画出来的颜色呢会相对比较硬一些。颜色比较硬的好处就是你下笔可能会比较轻松，你不需要反复涂很久去遮盖它。当然缺点就是会控制起来更难一些，它过度少嘛，相当于压感比较弱的这么一支笔刷。这里面这种感觉可以加一个黑的啊，让它加一个孔，不完善的地方稍微完善一下。加了孔的话，它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高光，我们画一下。然后这边有一个直接画出来的那个当时直接雕出来的，少了一些这种卡进去的感觉，我们可以稍微用深色的笔在它的周围这样画一下。画的时候呢，就不要太死板，不要这样一条线平平的描过去，我们在这边蹭几笔。这边蹭几笔，你就在不同的地方点一下，画出不同的深浅，包括断断续续、粗细都有一些变化，这样最后看起来可能比较自然。窗口排列，这里为它新建一个窗口，然后把这个窗口放在旁边啊，按 Ctrl+Alt 加减缩小一点，放在旁边去进行这个整体的观察，观察它整体的效果啊。另外，你也可以设置一下那个黑白的校样设置啊，在视图里面校样设置，你要选择一下自定义，从这里找到这个 Gary 20的这个。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按 Ctrl+Y 就可以把任意一个窗口当中的模型换成黑白的，经常可以直接切换黑白去观察。这里其实要画的很少啊，先把周围这个东西都画一下，免得待会儿忘记。这个我感觉好像可以是一个类似摄像头的东西啊，给它换一个颜色。其实如果有这个想法呢，我们也可以单独的去模型里面重新补做一下，然后塞几个球，
单独的去把它渲染一下。这里好像正好可以融入一个知识点，那不如我就直接去模型里面加。碰到这种情况，大家也可以那个做一下。哎呦，这里这个摄像机被我动掉了，不然呢这个摄像机不能撤回是比较烦的。重新打开这个文件。就偶尔你做到一半的时候，像刚才发生这种情况，你有一个新的想法想要捕捉一下，我们这边就捕捉一下，给它一个球，给这球稍微重新加这个球啊，加完以后给它稍微细分一下，平滑着色，转移成网格，缩小啊，把这3个合并一下，合并以后给它一个材质，给它新建，这里有一个叫玻璃的选项，玻璃。它连上去。那这边呢 Cycleless 可以去框选一个局部的这个渲染框。我们先按 Ctrl Alt 加 B 可以取消这个局部渲染框，然后按 Ctrl 加 B 呢就可以框出这个渲染框。这样你可以单独框选这一块，把它加到模型的合集里面去。单独框选这一块就可以只渲染这一块小的部分了。把这个锁定去掉，我们可以放大去观察一下它。你看这个玻璃的效果啊，好像看起来是一个完全透明的这么一个状态，给它一个颜色，再把金属度拉高一点试试，在这儿，你看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。那这个效果我们如果单独渲染出来，然后剪裁到我们的图片里面就可以了。还是先取消这个渲染框，我们整体的看一下它。先按 Ctrl Alt B 取消渲染框，整体的看一下颜色啊。那这个偏黄颜色的呢，看起来是可以的。红颜色的怎么样呢？选出了这个红颜色，红颜色看起来有点那个，有点黑暗啊。绿色的又太跳了，我觉得可能还是黄颜色的比较合适。那如果确定下来这个黄颜色，我还要给它加一个修改器，镜像修改器加一下。两边都有了。那么这边我 Ctrl B 框出这一小块，然后进行一下渲染。那么渲染完成以后呢，直接把它存出去就可以。当然还有另外一边呢，也要渲染一下 Ctrl Alt 加 B 把这个按钮打开，然后再 Ctrl B 把这个也框一下。像这样你就可以半当中去加一个东西进来啊。你看加进来的话呢，直接有了。所以局部的修改是随时可以进行的。接下来像那种你一边渲染的时候，你可以一边先画，然后画到一半它渲染好了，再把它拉进来就行了。比如现在它肯定渲染好了，那把它再存进来。发现这个球怎么位置还不太对啊？这我也不高兴重新弄了，就直接稍微拖拽一下吧。然后就继续去绘制一下这些不重要的细节，脸留着后面一点画。我觉得脸都可以放到后面画，因为脸这个东西吧，它花的时间是一个很不确定的数，你可以花很长时间，也可以花比较短的时间。就如果给你的时间太多的话呢，你就会不停的去画脸，很容易发生这种情况。那这里我画一下阴影，我们可以把这支笔直接压扁一点，压扁一点，然后把它的角度调到合适啊，压的再扁一点，对吧？然后用这个颜色。然后再用这个画笔把它稍微再擦一擦，再用这个把它边缘也擦一擦。感觉这边其实可以换一个颜色，给它一个颜色的修改，包括再给它一个那个加深一下。这里这个阴影可以稍微加深一点啊，让它看起来更立体。画完以后，我经常按一下 R 键，然后进入涂抹工具嘛，让它稍微涂一涂。那默认的涂抹工具也不是 R 键啊，好像改版以后 R 键应该是那个，你要自己设一下。反正 Photoshop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。可以看这样个图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。这里把它这个衣服再稍微强化一下，然后做一些比较锐的颜色出来。主要这边要
稍微画出一些比较硬的那种褶皱可以。如果雕的时候已经都雕出来了，也没什么可画的了。那说实话，模型做的细了嘛，能给你用来画的发挥空间已经非常有限了，实际上也根本没什么可画的。像这种小小的这个划痕什么的，还是可以简单画一下。特别欧美卡通可以画更多，这个也不是很欧美，咱们简单加一些，应该还是比较干净的。那欧美卡通比较常见的就是画这种小凹坑啊，这个是偏日系的嘛，少加一些。这边包裹进去的这个部分啊，可以稍微多画两笔，让它有一种更强的这个包裹感。像这种衔接的小细节可以处理得更好一些。这里呢，咱们可以简单的加几笔这种小小的磨损，磨损可以尽量粗一些，让它保持那种比较卡通的感觉。这里呢，因为这个剪面剪过头，光滑组没处理好的关系啊，有出现了一些这种破面，稍微简单修一下，在靠近角色视觉中心的这些地方呢，给它加强一点点这个破损啊、反光之类的。可以看到我整个刻画的重点都会放在被照亮的中心区域啊，没有被照亮的那些地方，我基本上也就不管了。这东西当时做的时候好像没有控制好啊，少了点这种体积感。这个凹进去的呢，它应该有一个更深的洞，可以把它画一下。